什么是一堂大印？什么规矩？反正3元典当行已经归我们南院了，谁也别想拿走。他来干啥？没说。哼，莫非还惦记着吴家大当家的位置？这吴家东院都没有了，还有啥吴家大当家的啊？哎，他要是管你借钱，你可千万别答应他。反正我就在这儿，你要是拿不准，就出来问我。哦。三叔，啊，周阳啊，我劝你死了这个心吧。就算我同意，我二哥和四弟也一定不会同意。三叔，我今天来，不是为了吴家大当家的事儿，我是想跟你商量，我们东院想把3元典当行收回来自己管。你说什么？东院占股70%，照理说就应该我们东院自己打理，但以前东院生意太多，照看不过来，所以委托给了三叔。但现在东院也没什么生意了，所以就不劳烦三叔了。我等，谁跟你说东院占股70%？你、二叔还有我爹，当初开办的时候，那白纸黑字上都写着呢，还盖了示意堂大印呢。难道三叔忘了？这事儿是有，但是前段日子大哥已经卖给我了，也是白纸黑字儿，还是我大哥亲笔写的。加盖示意堂大印了吗？按照吴家的规矩，没有加盖示意堂大印的契约都不作算，所以那70%股份现在还在我们东院名下。跟周莹谈完了，哎，他来做什么呀？哎，你找什么呢？哎呀，这契约上确实没有示意堂的大印啊。我问你话呢。周莹说了，这张契约不算数，那70%股份还归东院。他说3元典当行要收回去，要自己打理。凭什么不算数啊？你大哥签字画押了，怎么能轻易反悔啊？但是按照我太爷爷定下的规矩，兄弟间的所有契约往来必须加盖示意堂的印才算数。夫人，你看，这上面就少这个印啊。还真有这规矩啊3元典当行还得归东院。那可不行。这几年你干一样赔一样，怎么就指着这典当行挣点钱？要是还给东院，我们吃什么？可这是老规矩啊。你就说你不知道。那能行啊？反正你就一口咬死，你大哥签字画押了，不能改了。哦。哦。三叔，你找到那契约了吗？的确没有加盖示意堂大印吧？少跟我来这一套！什么示意堂大印？什么规矩？我不知道，没听说过的都不算数。反正3元典当行已经归我们南院了，谁也别想拿走。三爷，这以前大哥就说过，这笔账一笔勾销，我就觉着不妥。啊，
现在你又说，这个契约上没加盖十一堂的大印不作数，这个我也认。四叔，那张契约还在不？在。中央，你放心啊，这5000两银子呢，四叔绝不会赖账。哎呀，只是啊，这以前生意做的不大好，钱基本都亏完了。现在我们中院呢，就剩下这么一个土布作坊，能勉强度日。这以前大哥体恤我，从来没问我要过钱。当然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东院的光景也不怎么好，啊，也缺钱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商量一下啊，以后我们中院每年还你100两银子，你看如何？哎。中阳，哎，你把这印盖上，这钱我可就不还了啊！我知道。四叔，情谊比银子可重要多了，是不？哎，那是。周英，你说的没错，吴家的确有这个规矩，没有加盖十一堂大印的契约，全部不算数。这契约拿回去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二叔，我今日来，不是为了追讨这些客商，以及这些客商手中的应收账款。我只是想请二叔来主持一个公道。什么公道啊？哟，老三、弟妹、二哥、老四吃饭呢？啊，怎么了？一块儿吃吧。哎，我来。是我把二叔、四叔请来的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我家老爷呀，正要把这1000两银子交给你们东院呢，正好你们给我们做个证，以后啊，咱们就两不相欠了。三哥，这银子呢，先不忙交，啊。你也知道，咱们祖上是有规矩的，这任何契约上不加盖十一堂的大印，这都不作数，啊。那就把印盖上去。我不要银子，我只要股份。三哥，那东儿不愿意，就别硬逼着人家东儿把股份卖给你了。可大哥亲口说的呀，1000两银子卖给我，你们咋不听大哥的呀？爹这么说，并不是他的本意，只是权宜之计。大哥一言九鼎，怎会戏言？老三，大哥和我们断绝关系，那是为了保全我们，演给外人和官府看的一出戏而已。现在既然十一堂的大印在此，我看你啊，还是遵从祖上的规矩，别再惦记那7成股份了。这不是，哎呀，这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这大活人还能被这规矩给框死啊？弟妹啊，你有何高见呢？我哪有什么高见呀？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皇上都换了好几个了，这吴家也散了，这是一堂大印，束手束脚的，还不如扔了算了。怎么说话呢？这十一堂的大印可是我们老吴家祖上留下来的，谁要是敢不遵，那就是叛祖逆宗。祖上定下的规矩，谁都不能改。那既然二哥四弟这么说，
我也没啥说的。三叔，那我们约个时间交接吧。交接什么呀？三叔已经承认东院占股70%。那作为最大股东，我宣布，从下月起，3元典当行交回东院打理。这账目货品总得交接一下吧？我们南院啊，打理得好好的，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吧？有这个必要。娘，怎么样了？总算是把典当行给要回来了。谢天谢地，那老二老四的那几样也要回来了。娘，为了争取二叔和四叔，我擅自做主，把他们手里的契约都盖上示意堂大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都不要了吗？这可都是钱啊！二叔手里也就几个做布的客商，我们的商号都被没收了，要那客商来作甚？那还有应收的账款呢？我让王世军查过了，也就几千两银子。而四叔那边的欠款，你再怎么逼他，他也还不出来，还不如盖个章，通通一笔勾销，送他一个人情，他们才会心甘情愿的帮我把典当行要回来。老二老四也帮了忙，没他们帮忙说话，那三叔能轻易答应？话说回来，现在真正值钱的只有这典当行了。若经营得好，1年能赚上万两银子，到那时，我们东院的生计可就不愁了。但我听说了，典当行自打开启，每年分红最多也只有2000两银子。所以啊，我要回来自己干。你做？现在只有我啦。娘，你先歇着，我还要去跟王世军商量交接的事儿呢。你也累了一天了，你也该歇一下了。千头万绪，不敢歇。那你千万要小心，记住，你可不是一个人了。放心吧，娘，我知道了。啊，看不出来，我们家少奶奶有点能耐。你们都听到了，她说她要自己做生意，但她是个女人，能行吗？她也没做过呀。我看行。如果1年真能挣个上万两银子，那我们娘仨，我们东院就不愁了。